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一题，一样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题型，就是完全相异物的错排。那最明显的例子的就是像这种，他说呢，甲、乙、丙、丁、戊5个人排成一列，甲不排第一位，且乙不排第二位，且丙不排第三位，且丁不排第四位，且呢戊不排第五位哦。5个人呢就5个限制哦。那问说总共有几种排法？那类似的问题呢，也有些像是我5封信要投入5个不同的信封，但是呢完全都没有投入自己所对应的信封，或者说夫妇呢5对夫妇皆不共舞哦。那有几种方式？那这种都是属于完全相异物的错排法。那我们要处理这种类似的问题呢，一个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取舍原理。那取舍原理是这样子的哦，5个人的话呢，就是5阶层嘛，任意排，然后我们扣掉呢，只有一个限制的，比如说呢，甲排第一位，那其他4个人任意排的，那这时候呢，就有4阶层哦。但是呢，我们乙、丙、丁、戊呢，一样是有在限制在第2位、第3位、第4位跟第5位哦。所以呢，这种类型就有5种。好，可是呢，我们这样扣就扣太多了，我们必须要把它加回重复的部分，重复扣的部分，那就是有2个限制嘛。比如说呢，甲排首，乙排2，那其他3个人去任意排，对不对？好，这时候呢，有3阶层种排法，我们加回来这些都被扣掉的部分。那这种呢，5个位置当中有2个限制的，总共是有 C5 取2，有10种。好，那同学你会发现，我就可以依此类推啦，那形成一个很简单的取舍原理哦。根据1个限制、2个限制、3个限制，那我们的这个阶层数呢，就从5阶层、4阶层、3阶层降到2阶层、1阶层跟0阶层。那它的正负呢是相间的哦。那前面所搭配的这个数字呢，刚好就是这个二项式定理展开哦，第5列这一组数字哦，1、5、10、15、1。那可是你要搭配正负哦，所以这边是减10，然后呢再加5，然后呢再减掉1。好，那我们利用呢这个二项式定理的系数，再搭配这个阶层递减的这些数字呢，去做这个加减搭配之后，你就可以得到，然后这个是120减掉120，再加上60，去减20，再加上5，再去减1。那最后的答案呢，就是44种哦，有44种方式让甲、乙、丙、丁、戊呢都不去坐在第1、2、3、4、5第5个位置。好，那同学，虽然说我们可以利用取舍原理呢，硬去把它加减把它算出来，可是呢，当我的这个错排的人数我的相异物的个数更大的时候呢，那其实我们有一个更好用的方式来处理它，那就是递回关系式啊。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例子。好，下面这个例题呢是说呢，有 n 封不同的信装入 n 个写着地址的信封，结果呢发现竟然没有一封装对。那请问呢，总共有多少种可能的装法？那这样子的一个装法呢，我们就把它说 n 个的错排数。那这边呢，我们直接把它定为一个数列的一般项，叫做 an 好了。等一下想办法把这个 an 的一般项呢，把它找出来。那同学们来看一下，现在呢，我的信装入信封。好，假设呢，信呢叫做 L1、L2、L3， 好，有 n 封信哦，就是到 Ln。那我的信封呢就是 M1、M2、M3， 好，叫做到 Mn 哦。那我现在呢，每一封信都不可以投到自己对应的信封，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我写一个箭头，再画一个叉叉。好，就像这样。好，那我要想知道呢，这样子的方法总共有几种？好，那这边呢，我把它复制到右边，因为等一下会使用到。好，同学，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先进行第一步 ，Step 1，就是呢，我们先想象呢，我们就是先处理第一封信。第一封信呢，我只要不要投到第一个对应自己的信封，那其他
n 减一个通通都可以投，对不对？好，所以呢这边呢就有 n 减一种。好，我们等一下要把这个一般项写出来。第一步就是先把 L1 先投到其他的信封当中。好，那这边呢老师以 L1 投入 M3 为例好了，以 L1 投入 M3 当做例子去出发，事实上投到其他的任何 n 减一个都没有关系反正我就先执行第一步。好，那所以呢，我们就把 L1 投下去咯，投到 M3 投进去了所以呢，这时候呢 L1 就涂掉，那 M3 呢也涂掉，因为我涂进去所以这个呢也就消失了，OK。好，可是呢这时候呢，当你 L1 投入 M3 之后那接下来的第二步呢就产生了两个 case。好，那为什么产生两个 case 呢？因为呢，接下来我们要决定 L3 的这个去处了。那 L3 的去处呢有两种。那这两种呢，我就分成 case 1跟 case 2去讨论case 1在这边，那 case 2在这边。那 case 2呢，我把 L1 擦掉，然后呢 M3 呢这个也把它擦掉。OK， 好，第一种 case 呢就是呢，我的 L3 呢刚好呢就投入到 M1 里面。好，这个是 L3 投入 M1。好，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反正这个就相当于是 L1 跟 L3 对 M1 跟 M3 是互投嘛，互相交叉去投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个你就可以不用讨论它们了。那剩下的你就会发现，它们还是必须要满足什么错排数。剩下的这 n 减2个这边已经扫掉 L3 了嘛剩下的 n 减2个呢，我们还是必须要维持我们的错排数，就是说自己都不能投入自己的信封。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的方法数呢就是 an 减2。这个错排数的这个跟这个n 封信有关的这个第 n 减2项就是它的方法数有这么多。好，这是第一个 case。好 ，case 1。case 1有 an 减2种。那第二个 case 呢，就是什么？就是呢，我 L3 呢不投入 M1， 然后 case 1跟 case 2呢，这两个 case 是互斥的好，那你就会发现呢 ，L3 它不投入 M1， 那你就会发现呢，它长得呢跟大家通通都一样，都是多了一个红色的箭头加叉叉，有没有？好，所以代表说我们第二个 case 呢，它就还是维持着每个信封呢都不能投入自己每封信都不能投入自己的信封，但是这时候是这个 L3 不可以投入 M1 这个信封，那其实呢也是一种限制所以呢，在这个 case 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的限制呢其实是几种？其实是 n 减1种，我们只有 L1 投入 M3 的这个组合呢消失，那其他的都还是维持呢信不可以投入某个信封的一个限制。所以呢，这个方法数呢就有an 减1种错排数相当于是 n 减1个错排数。好，那这个是 case 2。然后这是 case 2。好，那这个我们把它加起来。所以呢，从这个第一步跟第二步呢，我们连续去做这两步呢，当然是乘法原理把它相乘，我们就找到了这个 an 的一般项an 错排数的一般项就是 n 减1再乘上an 减2再加上 an 减1。好，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借由这个一般项呢，去稍微推一下，看呢我们的 n 呢是1、2、3、4、5的时候分别是多少？因为你写成这样n 必须要大于等于3嘛，对。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前两项，我才变成一个递回关系式。那第一项来说，我只有一封信的时候，那一封信的时候呢，你但绝对是一定会不可能不投入自己的信封，对，所以呢，这时候呢，我的错排的方法呢就是0种那可是如果说只有2封信跟对应的信封的时候，那它没有装对的方法数就是互相交叉投嘛，对，我投你的，你投我的所以这时候呢，我的方法数就是1种，就可以找到前面两项了。好，那现在呢，我把这个抓下来。
好，那我们从这个关系式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往下推出这个几项来啊。好，比如说呢，我们如果是只有3封信跟信封的时候，这时候带入这个递回关系式是2再去乘上呢这个 A1 加 A2啊，就是0加1，所以这时候呢就有2种，3封信的时候错排数有2种，4封信的时候就是3再去乘上这个1加2。好，所以呢是有9种。那5封信的时候呢，就是4再去乘上2加9，刚好就是44种。那你会发现这个44呢，就跟我们第一小题去讨论了甲乙丙丁戊分别不排1、2、3、4、5个位置的个错排数呢，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原本使用取舍原理去算这个错排数的方法，把它呢想成一个递回关系式去处理它，那这个就会非常非常的方便。